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衣柜长期主义，冬天不建议买的9种衣服不好搭配，白白浪费钱，教你买100分的衣服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相比于夏天衣服，冬天衣服都比较厚重，并且衣柜里大部分都是冬天的衣服，也是4季里面花钱最多的，比如冬天羽绒服、大衣，动辄大几百上千，都是比较贵的。但凡买了不喜欢的衣服，少则浪费几百元，多则浪费小几千，所以冬季买衣服一定不要将就。1. 冬天不建议买的9件衣服。我复盘了过去容易限制的9类冬装，我以后再也不买了，看看大家是否有踩过坑。1. 太便宜打底衫，几十块买1送1的打底衫，虽然款式看着不错，但是耐久性和保暖性可能跟不上，穿了没几次就开线变形。之前买过几次，每次一个冬季都穿不到，就需要扔掉，重新换新的了。建议选择价格合适、版型和质量好点，内穿暖和，外穿也有型。2. 灯芯绒的裤子。灯芯绒材质本身偏厚，穿上去显胖还不好搭配，特别是膝盖的位置很容易磨旧和泛白，这类裤子真的长细腿才能 hold 得住，普通人尽量不要尝试，容易翻车。3. 太便宜质量太差的毛衣。毛衣大部分都是外穿的，如果质量太差太廉价，很容易拉低人的气质，而且很容易起球和变形，洗几次还容易领口和下摆开始变形，很难看。4. 设计感太强或者元素过多的衣服，比如镂空的、民族风的、各种蝴蝶结、带钻的，这种一般不太适合日常通勤，实用度不高，而且不好穿搭，穿几次就看腻了，建议还是首选百搭简洁基础款。5. 高领且厚重的毛衣，让短脖人雪上加霜，压根儿就没脖子了，有些还会挡住下巴，厚重的材质让整个人显得很臃肿，头发披下来还会在脖子的地方拱起来，完全没有任何美感。6. 格子裤。格子裤元素的东西穿得不好就跟睡裤一样，太考验版型和配色了。其实格子外套、格子衫也是，除非版型设计好看，不然就像家居服。7. 超厚的毛衣。有一年，我被一款看起来很火爆的厚毛衣迷住了，它看起来柔软又暖和，但当我把它带回家后，我才意识到这件毛衣实在是太厚了，以至于我无法在外面再穿上大衣，而单独穿着它又不足以抵御寒冷。最尴尬的是，穿上后整个人胖了一圈，活像个移动的毛线球。建议选择中等厚度的羊毛衫或针织衫，方便内搭，显瘦又保暖。8. 短款毛绒外套。去年买了件短款毛绒外套，看模特穿着可爱又时髦，到我这儿就变了味，不仅显胖，重点是特别不实用，一坐下就往上缩，腰部老露出来，冷得要命。这件衣服现在就是我衣柜的装饰品，中看不中用，所以冬天的外套最好买到臀部以下的长度，这样不管是坐着还是走路都不会露腰，也更显高挑。9. 超亮色系外套。我有个好朋友，他对那些鲜艳的大衣情有独钟，荧光绿、玫红色、亮黄色，这些颜色在他看来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法宝。他总是说这样穿才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然而这些衣服似乎总是命运多舛，每次亮相的机会寥寥无几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些颜色太过抢眼，搭配起来总是让人头疼，大多数时候他只能选择黑色作为内搭，建议用深蓝、驼色、墨绿这种中性色调的外套更百搭，不容易过时。
冬天买了很多衣服，踩过很多坑。上面这9种衣服建议大家尽量不要买，不仅不好搭配，没质感，就是白白浪费钱。2. 秋冬买衣服的8条中心建议。这2年来，我几乎没添置什么新衣，但最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我决定要买一条裤子。毕竟我的衣橱里几乎全是裙子，而那条阔腿裤我早就默默喜欢上了。我逛了商场，试穿了几款，最终挑中了一条，付了款，带着它回家。那种买到心爱之物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。这样的衣服怎么可能让它闲置呢？极简生活并不意味着要像苦行僧一样，我们完全可以购买自己喜欢的衣物。只要我们不是一时兴起，不是过度消费，买回来的衣服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，那就足够了。随着秋雨的降临，天气渐渐转凉，我知道很多姐妹们又开始翻箱倒柜，发现衣橱里似乎缺少那么一件应季的衣服，购物的欲望在心中愈演愈烈。在这里，我想分享几条购买秋冬季衣物的理智建议，希望能帮到你。1. 买之前先整理衣橱。每次我打算添置新装，总会先整理一遍我的衣橱。首先确认我真的需要新衣服吗？回顾一下，过去几年我都是穿什么度过的。接着我会审视衣橱里的每一件衣物，了解现有的款式，避免无意中重复购买相似的衣物。这种事相信很多人都有过吧。最后我会进行一次彻底的断舍离，因为如果我们不断地增加衣物，却从不舍得淘汰旧的，衣橱迟早会变得拥挤不堪。有时候衣物越多，反而让人感觉没有衣服穿。那些尘封已久的衣服，适时的断舍离，让衣橱里的空气流通起来，找衣服时也不必翻箱倒柜，轻松许多。2. 购物车里冷静几天。想买一件衣服时，先别着急下单，让衣服和我们都先冷静几天。如果过几天我们看到这件衣服还是超级喜欢，那再考虑购买。大部分时候我们只是头脑发热，一时冲动，过几天再去购物车里看时，已毫无购买的欲望，赶快删除退出，避免了一场冲动消费。3. 按预算购买。我喜欢有序的生活，每月都有消费预算。如果这月花钱的地方比较多，预算不足，那我一定要等到下月再买新衣服。毕竟比买衣服重要的事情太多了，有多少预算就考虑买多少钱的衣服，切不可超支消费。我们要掌控生活，而不是被消费裹挟。4. 尽量实体店购买。虽然网上购物很方便，但我还是喜欢实体店购买衣服，可以试穿看效果，可以切身感受衣服的舒适度，这样买回来的衣服试错率很小。如果必须要网购的，买回来试穿，但凡有一点点不满意，就赶快退货，万不可嫌麻烦而将就。5. 不买过于廉价的衣服。一分价钱一分货，廉价的衣服质量、做工、款式都不好，使人穿上去看着也很廉价，这样会打击我们的自信心。我们值得拥有更好的。6. 网红款要慎买。网红款往往红极一时，但过气再穿就感觉不好看，妥妥成了鸡肋，不如稳稳地去买经典款、基础款。无论趋势怎样改变，这些经典永远不过时。7. 不好搭配的衣服不买。为了一件衣服还需要去买搭配的衣服、包包、饰品、腰带等等，太耗时耗力了。品质女人的衣服讲究少而多，数量少，却能搭配出无限可能，所以不好搭配的衣服还是不入手为好。8. 衣橱出一进一。如果一味增加新衣服，不舍得丢弃旧衣服，衣橱早晚会撑爆。每天在堆成山的衣服中找一款心仪的衣服有多难？给自己的衣服总量定一个合理的数字，约定好出一进一，不能超过这个数。如果不舍得出，那就正好不要入。
这样会更珍惜每一次入的机会，一定会精挑细选，仔细斟酌的。以上8条建议会让大家的衣橱良性循环，花最少的钱挂满自己心仪的衣服。愿大家都能不被消费主义洗脑，每时每刻做到理智消费，只为自己真正需要的、喜欢的而买单。3. 冬天只买100分衣物真的很省钱。一年四季中，冬天的衣服应该是最费钱的了，因为冬季的衣服比较贵，尤其是大衣、羽绒服这种，稍微看上眼的就要几千块。另外，冬天天气寒冷，穿得多，掏得多，买的自然也会多。如果这个时候买了不称心的衣服，造成闲置，那么这些被闲置的衣服花掉的钱，就是一种浪费。所以我个人觉得，冬天的衣物一定不要将就，买真正喜欢的，买100分的，提高穿着率，不但省钱，还能比以前还穿得更有质感。现在我把这些小心得分享出来，希望能给姐妹们一些参考。一是不买原则，首先不合身的衣服不买，衣服哪哪都好，就是小了一号，买回家想等着瘦了再穿，这种衣服被闲置的概率太大了。首先瘦下来就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再者等瘦下来会有更好更多的选择，自然也就不会瞧得上多年前的囤货，所以这类不合身的衣服坚决不买。其次，不买特殊场合买衣服，这种衣服多年才穿一次，买的廉价了穿不出去，买贵了穿着频率又实在是低，性价比太低了。特殊场合的衣服，如果真的需要，尽量从现有的衣服中挑选，实在挑选不出来，可以去租借。最后，质量差的不买。年轻的时候，特别喜欢因为便宜买衣服，买了一件又一件，经常被妈妈数落，你看看你看的这些破烂儿。我反驳，但是很便宜啊。妈妈教育我1分钱1分货，不要因为便宜买衣服。后来事实证明妈妈说的是对的，这些便宜的衣服质量真不怎么样，穿不了2个月就会起球、开线、变形缩水。所以现在我宁可用5件衣服的钱去买一件高品质的衣服，求精不求量。我眼里的100分衣物，首先可以和我现有的衣服搭配，在挑选衣服时要大概想一下和自己现有的衣服如何搭配。如果衣橱里有3件衣服可以搭，那么买回来大概率就不会被闲置。我夏天的一件铁锈红的短袖 T， 可以和我夏季所有裤装搭配，穿着率非常高。这件 T 恤对于我来说就是100分。其次，款式简单经典的款式已经被大多数人验证过了，不容易出错，也不容易踩坑，而且款式简单的衣服也不容易过时，能随意地塑造出时髦的造型。前几年买过2件羽绒服，一件是简单干净的黑色基础款，一件又是收腰又是蕾丝，挺复杂，当时是真喜欢蕾丝啊。蕾丝收腰第1年穿很美，第2年勉强又穿了1年就淘汰了。而另外一件黑色基础款，到现在还在穿，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第3，颜色经典，花里胡哨的颜色不好搭，弄不好就成村花。相比较而言，经典颜色最耐看，也最耐穿，也是被大多数人验证过的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尤其是冬装的大件，比如毛呢大衣、羽绒服，一定要选经典颜色，可以让你穿10年。第4，自己喜欢，千金难买我乐意。100分物品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喜欢，无关乎价格，也无关乎材质，只要你喜欢就会愿意穿。穿着率高的衣服，自然也是100分的衣服。买衣服我们一定要选自己最心动的那款，不凑合，不将就。4，秋冬拒绝乱买，省钱买衣服的4个思路。买衣服的高性价比，
就是在我们有限的消费能力内，理性选择后，让每一件衣服都有着超高的上身率，每一件衣服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。一、大衣买品质好的。冬天里，拥有一件上乘的大衣是绝对必要的。投资一件高品质的大衣，绝对是一笔明智的开销。虽然价格不菲，但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那些廉价的选择。那些便宜的大衣初看或许还过得去，但用不了多久，它们就会开始走样，颜色也会渐渐褪去。挑选一件用料讲究的大衣，比如纯羊毛或羊绒材质，不仅能给你带来温暖，还能增添你的优雅气质。虽然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花费较大，但考虑到它的耐穿性和经典款式，它会在未来的季节里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一件优质的大衣通常意味着更精致的剪裁和设计，它能巧妙地修饰你的身形，提升你的整体造型感。拥有了这样一件大衣，不仅能轻松抵御寒冷，还能在各种场合中自信地展现自己，绝对是值得的选择。二、贴身打底的衣服，首选深色。贴身打底的衣服最好选择深色的，这种颜色更耐脏，而且容易搭配。深色衣服不容易显旧，穿上去也显瘦，给人一种干练的感觉。黑色、深蓝或深灰色的打底衫，既可以单穿，也可以作为层次搭配的基础，搭配一条亮色的裙子或外套。深色打底能有效地平衡整个造型，让你看起来更有层次感。此外，深色衣服在洗涤时也更为方便，洗几次后依然保持原色，减少了频繁购买的需求。你能用一两件深色打底，搭配不同的外套，轻松搞定多个造型，省钱又时尚。三、学习一衣多穿法。学会一衣多穿的技巧，能让你的衣服发挥更大的价值。买一件单品，想想怎么搭配出不同的风格。一件白衬衫可以搭配牛仔裤，展现休闲风；搭配一条铅笔裙，瞬间变成职场女神。再加上一件外套，出门约会也毫无压力。这种搭配方式不仅能让你的衣橱变得更加灵活，还能减少不必要的消费。你可以尝试不同的配件，如围巾、腰带或饰品来改变整体风格，你就能用少量衣服穿出多种效果，既省钱又不重复。四、按需购买。购物时记得按需购买，先想想自己是不是需要这件衣服，考虑它能不能和你已有的衣服搭配，避免冲动消费，买那些你真正需要的单品。可以在购物前，先在家里整理一下衣柜，看看哪些衣服是常穿的，哪些是闲置的，这样能帮助你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需求，减少不必要的购买。制定购物清单也是个好主意，明确列出需要的单品，避免被商店里的促销活动吸引而购买不必要的东西。这样不仅能省钱，还能让你的衣柜更整洁，减少不必要的浪费，让每一件衣服都能被充分利用。五、秋冬建议买的9类衣服。普通人实用主义。秋冬穿衣不是越多越暖和，而是要分为4层：贴身层、过渡层、防风层、配饰层。我们选衣服的时候，要根据这3层的功能去分配预算，真正的把钱花到刀刃上。下面我分别详细说一下这3层的功能和推荐。一、贴身层。贴身层就像是我们的根基，一旦这层打好了基础，就能有效地抵御寒冷，让你不必再穿得笨重不堪。这一层的关键在于材质的选择。如果你的预算足够，那么直接选择羊绒材质的打底衫是最佳选择。简单的基本款式就足够了，既舒适又保暖，一定要选羊绒的，千万别弄错了买成羊毛的，因为羊毛贴身穿真的会让人感到刺痒。如果你的预算稍微紧张一些，那么羽绒背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虽然它的透气性可能稍微逊色于羊绒，但在保暖性上绝对不输。至于最后的棉质贴身长袖，款式上依旧选择简约的基本款，但材质一定要确保亲肤且柔软。2. 过渡层，这一层的功能是保暖的同时也要好看。考虑到搭配性的问题，尽量不要选择那种蝙蝠袖的款式，这种款式外面不太好搭配外套，尽量选择可以夹在外套里面。但到了室内脱掉外套仍然好看的款式，比如厚一些的衬衫就非常的实用，一年四季都能穿，或者有一点设计感的羊绒衫。一件好的羊绒衫价格不便宜，但可以穿很久，而且保暖性比你穿2到3件化纤衣服还要暖和。另外千万不要买那种粗针织的毛衣，属于是既不抗风又容易显得臃肿。3. 防风层，都说秋冬是检验实力的时候，所以说这一层既要抗风又要有面子。推荐冲锋衣款式的羽绒服，比普通的羽绒服实穿很多。一般这种款式的内胆羽绒层都是可以拆卸的，等天气暖和一些的时候，把羽绒内胆拆掉，又能当普通外套穿了，非常的实用。另外就是推荐购买一件经典好看的羊绒大衣，大衣不需要买很多，1到2件就足够穿了。挑选的时候要选择轻便合身的，有条件的尽量去实体店多多试穿，挑到最适合自己的。4. 配饰层，一件合适的配饰不仅能显著增强整体装扮的保暖效果，还能为你的造型增添一抹亮色。一条既经典又百搭的围巾，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，它与大衣相比毫不逊色。在寒冷的户外，它可以为你的脖子和肩膀提供温暖的保护，防止寒风侵袭。而当你步入室内，它又可以轻松转变为一条时尚的披肩。如果你的预算允许，我建议你选择那些大牌的羊绒围巾，比如 LV、爱马仕、Burberry， 是最具性价比的奢侈品。对于预算有限的朋友，市面上也有许多仿羊绒材质的围巾，它们同样品质上乘，只需挑选那些符合你个人风格的图案即可。最后推荐的是有设计感的帽子，也算是秋冬出街必备的单品了。帽子，说实话，我不推荐大家去买很贵的，因为它属于是配饰，可以戴多个款式的，价格不贵，随便戴也不心疼。以上这些就是我总结下来适用于大多数人，不出错，而且每年都能拿出来继续穿的衣服，可以构建出自己的长期主义衣橱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